评论你的英文名字，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英文名字，如果你要需要英文名字，直接跟我说，我会看你的风格，然后给你最适合的英文名。选择英文名字的时候小心，如果你们在用 AI 帮你选择名字。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在网上热衷于给中国女生起名字的人，名字叫做王水牛。最近2年啊，他在中国互联网上啊，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在抖音上，他有16万粉丝。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啊，我概括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啊，这小伙子啊长得高大阳光帅气啊，身高1.93米，我看的照片还有点像费翔，确确实实啊，这个颜值水平比较高。对于很多颜控的人来讲啊，这是有天然的优势啊，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啊。我今天5点起床，然后我去健身，练我的肩膀头子，还有我的胸，还有二头肌。大家可以看见他肌肉块啊，很发达。他说他一天不撸铁他都难受。他不像一些美国人给人感觉花天酒地，过着那种颓废的生活。你看看人家大清早起来先去撸铁，如果不撸铁的话，他说他是打篮球，所以你看他身材也非常棒啊。第三个方面，他中文非常流利。靓仔你好，请问一下你在上海1个月的零花钱是多少钱呢？3到5万。那有多少钱是花在房租上面的呢？1万多。怎么了，帅哥？你看他那个中文啊，虽然有一些外国人的口音啊，但总体来讲属于流利的。他不但是说的很流利啊，他还会很多中国的网络术语，讲一些潮词儿。你有多高？有1.93米。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水牛。水牛你好。你好，舅舅。来自漂亮国。美国。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太出名了。确实。水牛你是零几？是01年的。美国00后小伙儿勇闯上海。哦耶，可以。这你想想，在互联网上那就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了啊！中国人对外国人讲中文呢，那是有天然的好感。上一个视频，很多人说我的中国文不标准，没有什么进步。你们是本地人，重庆的，把披萨放在火锅里面会不会不尊重、没礼貌？好啊，台湾同意了。我在中国第8年了，来了中国，爱上了中国，就离不开了。只要外国人会讲中文，在互联网上畅通无阻，在中国就具备了成为一个网红的天然的因素。第4个方面呢，他不但是中文讲得好啊，他还喜欢中国文化。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挺感兴趣，所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有老子，我们有孔子，我们有李白之类的，这大家都来了，打个招呼吧。而且呢，他还专门定制中国的汉服，是唐服，他自己穿上，虽然看起来有点滑稽啊，是我觉得很漂亮。然后看到我的好朋友高明，我很开心，我们都很激动，要体验一下古代的中国人怎么吃饭，这就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人跟他的距离感啊。所以呢，最近几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就成为了一个小网红。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网红啊，最近被人扒出来了，是个渣男。怎么是个渣男呢？说他在中国啊，实际上是骗了100多个女性上床。跟这些女孩子上床的时候呢，他还不采用这个保护措施，结果很多女孩子不就怀孕了吗？一旦怀孕了，他就把这些女孩拉黑，这些女孩就彻底没法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这一路啊，就是从深圳骗到了上海。那现在很多女孩子就出来控诉这个渣男啊，所以最近几天呢，在互联网上，他呢一下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名人。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呢，那很多中国男的心里就不平衡了。你想啊，中国男的现在要找女性结婚，那还得给彩礼呢。你给彩礼，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对不对？结果呢，这个美国渣男在中国畅通无阻，跟这些女孩子睡觉啊，连吃饭他都不买单。结果这个女孩子还跟他倒贴，跟他一起上床睡觉。你想想，这是很多中国男的那心里就不平衡，就说中国这些女的犯贱呢。胡锡进都出来了，胡锡进就说了啊，他说这件事情折射出一个什么道理呢？胡锡进高屋建瓴啊，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中国还得继续发展经济，继续繁荣，才能慢慢的建构起来我们集体自信。他言下之意啊，就说我们中国过去太穷了，你美国这些什么白垃圾到中国来啊，你都可以随便睡我们中国的女孩子。等我们中国有钱了，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些白垃圾在中国就没市场了。换言之，说不定我们中国人到你们美国都可以跟你们美国的女孩随便睡觉了。他言下之意可能是这个意思啊。环球时报嘛，一般来说都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爆棚的那种解读啊。我呢，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个王水牛的故事啊。
王水牛在出事之后啊，据说他的社交账号有些的都设置了私密，然后他还删掉了一些视频。但是我仔细复盘了一下啊，他在中国的经历啊，他呢大概是1年多前啊，先来到了深圳，到深圳呢是上语言学校。那后来这女孩啊就揭露，他在深圳的时候就开始骗了。他在深圳的时候是怎么骗这些女孩上床呢？首先他到了深圳之后啊，他在网上就发帖子，他说他想学中文，就骗这中国的女孩跟他一起先约会吃饭。这个王水牛比较渣一点在什么地方呢？他跟这些女孩吃饭呢，他都约那个特别高档的餐厅，说那餐厅的服务员都记着他。然后在这个特别高档的餐厅吃饭完之后呢，他还不买单，都让这些中国女孩给他买单。说只有一次他买单，说是当时点的那个菜啊，人家那个女孩一口没吃，全是他点的，他还极不情愿的买了单。除此之外都是让这些女孩买单。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这些女孩讲说，请这些女孩啊到他住的地方看他写毛笔字。那很多女孩就放松了警惕啦，就跟他去到他自己的房间了。到他自己房间之后呢，是先拉别人的手，后来呢就上下其手，最后就跟这女孩睡了。睡到第二天一早，马上面目就变得狰狞了，就说你赶紧走，还要跟其他女孩约会呢。所以很多女孩心都碎了啊。他在深圳，你看骗了这么多女性啊。他在深圳骗完了之后呢，他好像是今年年初啊，就到了上海，进了复旦大学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这里头学中文。他到了上海之后啊，他就想当一个网红了。他想当网红呢，他就有些窍门。你看在网上不是专门有一个赛道，就是在大街上偶遇一个人，然后呢到你家去拍你家，然后讲一讲你的故事啊，这是专门网上做视频的博主中间的一个赛道。然后呢，你就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王水牛拍了3、4条、4、5条这样的视频，都是在大街上，他突然被别人偶遇了。Hello， 哎，你好，可以采访一下你在上海租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吗？可以，我房租1万多，1万多，我房租1万多。你在上海每个月的开销是在多少？3到5万，3到5万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水牛。我这个中文名谁给你起的？我好朋友给我，因为我喝很多水。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名字，因为我喝很多水。全都这套嗑，3、4套视频，我在网上现在看的还都有啊，全都是几乎一样的内容。然后就带着这些视频的博主到他家。你们家还挺干净的，但是这个1万多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太贵了，我同意。那像你现在这个房间有多大呢？有50多平。平常经常打扫卫生吗？对，我就是这样，我讨厌乱，我喜欢井然有序。然后在这边就是我的生活区，我就在这边写汉字，过来看一下。在这就是我的第一本汉字簿。吃米饭还是吃饺子？对，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现在我能看懂。然后紧随其后他就讲他怎么热爱中国，说他刚来中国的时候啊，在深圳。我最喜欢的城市生活肯定是深圳，南山区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区。南山区直逼曼哈顿。对，但是应该比曼哈顿安全很多，也干净很多，是不是？我没去过曼哈顿，但我感觉南山区很安全。应该是。这个画很好看。对，你看一下，我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在这边也有，对，有李白，有孔子，有老子什么的。我对地理很感兴趣，然后我爱中国，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些就是我出过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我出过的地方。去过这么多地方，广东、海南、广西、湖南，表现出对中国浓浓的爱。那这几个视频呢，在网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流量和粉丝。然后他自己发的视频呢，基本讲的都是怎么热爱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出去吃饭，到北京、上天安门。到东北之后呢，还说我想在中国定居。你想想，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定居，那赢得了多少好感呢？他这个慢慢成了网红之后呢，他呢自己啊，他骗女孩子的方式就变了啊。他这个时候他就在网上发视频，他说他给中国女孩起英文名字。评论你的英文名字，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英文名字，直接跟我说，我会看你的风格，然后给你最适合的英文名。我推荐你不用 AI。你们看这个女生用 AI， 然后 AI 给她起 Evelyn， 这个名字不是一个名字，而且非常奇怪。所以如果你们在选择英文名字，推荐你找到一个英文母语的人帮你选一个。就是他了。
那么他免费给大家起名字，据他自己讲，这些年他给5万名中国女性起了名字。那在抖音上就行为的一景啊，好多中国的女孩啊都在那边下面说：“哎呀，水牛水牛，快点来给我起名字，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了？”然后呢，他呢就在这里头挑那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啊，然后私下跟这些女孩约会，都是如法炮制啊，先吃饭。吃了饭之后，让这女的买单，买完单之后，把这些女孩带到自己的公寓里头，然后跟这个女孩睡觉，睡完之后马上把这个女孩再抛弃，基本上就这个路数啊。说比较严重的，说女孩啊，一旦怀孕了，跟她联系，问她怎么办，她就让这个打胎嘛。她说她不管，那么有的女孩都打胎打了2次嘛，是吧？就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最近几天说网上控诉她的人特别多，然后呢，控诉她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复旦大学就马上跳出来了啊。他说啊，这王水牛不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他只是上了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学历的培训项目，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我查了一下，复旦大学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确有这个汉语短期培训项目，短则1学期，长则1年，估计他当时就上的这个为期1学期的短期培训项目啊。复旦大学我估计啊，肯定是心里在暗暗庆幸，说幸亏这王水牛啊，他不是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幸亏他已经离校了，我们不需要处理了嘛，对吧？那如果他是现在是我们的学校的学生，那还得逼着我们复旦大学去处理他，那就很被动。现在他就是一个外面的社会闲杂人员了，跟我们复旦大学也没什么联系了啊。他再出什么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当然，我觉得复旦大学啊，这次处理啊，跟那大连工业学院比起来还是有进步了。大家还记得吗？去年的大连工业学院不是有个女生跑到上海跟一个乌克兰的渣男搞了一夜情，结果那渣男呢就当时把他那个视频给发到网上去了啊。大连工业学院听说这个事情以后，立刻大怒，说这个女孩有损国格，马上给开除了啊。你看人家复旦大学现在进步了，没有开除，就是这个王水牛啊，说他已经离校了，跟我们没关系了啊，也没说王水牛有损中国国格这件事情啊。总而言之，对于复旦来说，这也是幸免于难的一件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就王水牛这个行为啊，他到底是不是犯罪？我觉得这主要是要看国籍。如果王水牛他这个睡了上百个女生啊，他如果是个中国人，他是个中国的渣男啊，我估计现在早把他抓起来了。你想想，现在强奸罪啊，这个定罪的标准多低呀！只要有女生控诉，只要有女生的口供，基本上强奸这就跑不了了。或者说他即便是个美籍华人，我估计他也完蛋。那大家还记得吧？那有个姓吴的加达纳籍的华人啊，在中国也是跟女孩上床，最后怎么着？不也抓起来了吗？这个判刑了啊。这个王水牛比较幸运呢，他是一个正牌的美国人，白人，金发碧眼，1.93米，拿着美国护照。那这个啊，一般来说中国就不太敢把他拿到刑法伺候了啊。所以他的行为你看啊，都是自愿的嘛。这些女生是吧，都是自愿跟他上床，又没有强迫啊。虽然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欺骗因素，比如说他就给人营造他家是富二代。你比如说他每个视频一开头都说开销是在多少？3到5万，3到5万，3到5万。我看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有可能是个富二代。我看3、4个视频他都这么讲啊，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个富二代，他可能真没有什么太多的钱，知道吧？如果真是个富二代啊，首先他不会讲每个月只花3、5万，在上海反复强调这一点。其次啊，如果他真是富二代，你说他跟那些中国女生吃饭的时候，他能一次都不买单吗？总要偶尔买几次嘛。所以他的做法一看不像是个有钱人，他是在骗这些女孩子。他为什么说他是3、5万呢？那给人营造一个他是富二代啊，他更容易钓鱼啊。那些中国女孩一看，哇，高大阳光帅气的美国大男孩，然后还是个富二代，那很多人不就趋之若鹜了吗？所以他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来钓鱼。还你比如说，他说他是复旦大学研究生，现在一说他不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只是个进修生，吹牛的因素。但是吹牛不犯罪啊，他跟这些女孩上床，他确确实实不构成强奸罪，因为他是美国人。如果他是个中国人，他肯定就构成强奸了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你说他犯不犯罪啊？第二个方面就怎么看这些女孩子啊？这些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中国男性在网上痛心疾首，说这些中国女孩子，你看着吗？倒贴。我看了2遍回过味来，啥叫世界杯？啥叫除了国足都能进？一语双关。这个世界杯呢，这个杯呢就是那个看我 IP 啊，斐济，这个基本上都读懂了。除了国足都能进，就是黑人、白人啊都可以进去啊，这个也能读懂。无踢时候叫得爽，2道杠了，破大防，幻想带球拿绿卡，直接红牌罚下场。我说的世界杯啊，除了国足都可以进。不但不要彩礼，不但不要钱，然后呢，吃饭还请这些美国渣男，吃完饭之后呢，还跟人主动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去了。结果呢，打胎1次不行，还打胎2次，你说这不是犯贱吗？我看很多中国男人都是这么评论啊。但是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啊，就这些中国女性啊，可能她真的是内心还不一定是受害者。这里头能分为2部分啊，一部分呢就是中国女孩子啊跟她睡觉啊，可能是真想跟他谈恋爱，这个可能自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真以为碰到白马王子了啊，就是说，人家美国人比较开放嘛啊，第一天吃完饭，就要上床是吧？上完床之后呢，他就属于这个男人的了啊。我估计是有一部分中国女性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现在不是有人出来控诉他吗？另外一部分呢，可能人家也没想跟他谈恋爱，这是中国女孩，可能就是想跟这个帅气的美国男孩睡一觉呢，这种也有。所以呢，你也不用痛心疾首，对吧？就这些人也不一定都是受害者。当然了，这个为什么他跟美国人上床睡觉就倒贴，非得要跟中国男人吃饭的时候都是中国男人买单？那这里头涉及到比较深邃的文化心理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点这个高深的理论啊。那我最近几天呢，我看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挺有意思的啊。他是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名字叫詹姆斯·法勒。这个美国人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啊，在美国他学社会学的，后来呢到中国去了，在中国的上海呢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啊，2个人结了婚。然后他还自己还说呢，他说他在中国上海生活的非常典型的上海方式，他跟这个女孩住在了他上海的家里面啊。他说在上海的家里头一共3个卧室，他和他女朋友啊住了一个房间，他这个妻子的父母住一个房间啊，妻子的父母的父母，也就是他爷爷奶奶又住了一个房间。他当时也没什么钱，就在中国社会生活啊。后来呢，他到了日本，在日本的上智大学当副教授，他做了一个什么研究呢？叫做改革时期上海的跨种族性关系研究，还挺有意思吧？这里头提了一个概念，叫做性资本。他说性资本呢有非常强的种族性。他就说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啊，他说白人男性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性资本，他比这个白人女性、比黑人男性、比黑人女性都拥有更多的性资源、性机会。他说这个呢，不管他的经济地位如何，就算这个白人男性没钱，他也比那些黑人男性、黑人女性拥有更多的性机会。他说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现实嘛。所以这个性资本呢，的确有非常强的种族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啊，它是独立于这个经济条件之外的。还举了个例子，他说在日本，他说你看日本啊，你这个经济腾飞之后，其实在日本很长一段时期，在经济上不逊于美国呀。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是没钱啊，它不带有那种就是经济层面的崇洋媚外这个因素，但是很多日本女性热衷于跟白人男性发生关系。你就比如说在东京啊、六本木啊、涩谷啊，专门有那种酒吧。这种酒吧啊，就是说啊，有很多日本女性会主动跟白人男性搭讪，主动跟这些白人男性啊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日本的女性啊，交这个美国的男朋友，一旦怀了孕生了孩子之后，就把这个美国的男朋友给抛弃了，还想生一个混血啊。这种社会现象在日本啊也蛮多讨论的啊。那么当时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在日本还发生过一起轰动整个日本的案子啊，说一个26岁的美国男的啊，这个男的好像他是叫什么巴尔干的人，什么耶夫啊，名字我记不住了啊，他长得还挺像这个王水牛的。
他呢拿着旅行签证到日本，他到日本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日本的女性约会。他也不需要花钱啊，他就下载了一个约炮软件，每天晚上一打开，然后就约周围的日本女性，一约就约到他租住的民宿里面，两个人发生关系。你看他也没什么钱啊，这住民宿连酒店都舍不得啊。他约到第5个的时候啊，是一个神户的女孩，然后呢就把这个神户的女孩约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好像用 SM 啊什么特殊的爱好我就不知道了啊，结果就把这个女的给掐死了。掐死之后，这个26岁的这个美国人他有点慌了啊，他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把这个女的给肢解了，就在他自己的民宿里。肢解之后，把那个手和脚都扔到山里头了。那头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拎在一个手提包里，在日本还继续旅行。旅行的过程中，还继续跟其他女孩子约会。后来呢，就被发现给他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之后呢，最后判了多少年徒刑呢？判了8年有期徒刑。实际上关不了几年就放出来了啊！这件事情当时在日本轰动一时，大家讨论了很多啊。由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白人男性所拥有的性资本，它其实真的是独立于这个经济条件之外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啊。尤其是离开了美国，到了亚洲这些地方，就中国、日本、韩国、台湾这几个地方之后啊，它这个性资本又被放大了。那这个性资本呢，就有2个层面。据这个詹姆斯·法勒研究啊，第一个它是属于外来的，外来的这个东西啊，带有很强的意志感，而且这个白色在这个东亚文化里头，它就代表了高档，所以种族崇拜在这个亚洲国家里是普遍存在的，也存在着鄙视链。这鄙视链里头就认为最高这一级别的就是白人，然后呢，这黑人呢是比较低级的。所以中国人虽然说自己国家里头没有种族歧视，但是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挺强的，但是亚洲国家都差不多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研究，他说其实这个性资本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异化的产物。所谓被异化的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就是这些白人男性在亚洲，在上海啊，他们实际上是被中国女性的凝视目光所塑造。也中国女性啊，想象了外国人的那白人男性的形象。这想象的形象里头都包括哪些因素呢？比如说比较浪漫，觉得外国人都比较浪漫，比较开放，比较性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性能力比较强，是吧？这是中国女性对白人男性的想象啊。那对白人男性的想象之后呢，就对这些白人男性在中国在上海生活的这些人呢，他们本身异化成这样了。他们自己也会把自己表现成这样，其实他内心未见得会如此啊，未见得就是一个浪漫的人，是吧？未见得就是一个这个性能力特别强的人，但他给人感觉，他要给中国女性感觉就是如此，所以他这里头还用了一个词，说这些人在中国都被性化了，性就是性关系的性，化就是化解的化，性化了。那么正因为如此啊，他呢研究了啊。他说，外国的这些男性跟中国女性跨种族性关系所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基本上外国男性啊，到了中国来很难跟中国女性约会，因为那个时候啊，跟外国人呢单独过夜是违法的。不光是你把这个女的带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说你到中国女性自己的住所里头啊发生关系啊，过夜啊，这都犯法。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跟中国女性发生关系，他说，但那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在北京啊，在上海，个别的也有，跟这个女孩子带到什么地方呢？他说带到弄堂里或带到厕所里发生关系，还外面经常有人放哨。他说，你看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啊，还有不少中国女性跟外国的这些渣男们发生关系呢啊。他说，转变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那这些禁令都取消了。然后在北京、上海就形成了这样夜生活圈。所谓夜生活圈，就是一些酒吧呀，还包括一些舞厅啊，尤其是这些国际性的酒吧啊，外国人经常去的这些地方，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女性到这里。那么由此啊，他就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导致了很多外国人在上海，他说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跟中国年轻女性免费发生关系的机会。
他这篇论文里头啊，他一共跟100多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国男性作为口述交流，又采访了40多个中国女性，其中有一位中国女性的经历挺典型的，她就说她是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后来这个男朋友回美国之后呢，她呢就开始热衷于在国际酒吧里头去到那个地方去跟其他的外国人交往，很快啊，她这个性关系啊就比较随便了，就很随意的去跟外国人发生关系啊。她说她后来跟一个加拿大的男的同居了4年，她同居过程中她还有其他的外国的男友，然后跟其他外国男友啊，在这个交往过程中还经常跟别人搞3人4人的性关系。他就跟这个詹姆斯·法勒讲，他说他的这种性观念啊，在中国人看来那肯定都是属于道德败坏啊，但是他说他已经回不去了，他就觉得就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性关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收获。怎么有收获呢？首先是他的英文变成了母语级别，后来呢，他在上海一家国际非常知名的大公司里去就职去了。那你想想，他如果没有跟这些外国男生睡觉啊，他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职业发展机会啊。所以他这个报告中间调查的这些中国女性，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些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间，她并不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很多人她其实也认为自己是受益了。所以这份报告，我个人觉得啊，它的调查结果挺客观的，就没有像网上简单的就把这个男的归结为渣男，女的归结为倒贴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种道德标签啊。所以他的这个论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他这里讲到啊，他说有个德国人，他说这个德国人呢做了一个赛克表，跟150名中国女性发生了关系。这个中国女性发生关系之后，他给这些女性打分，都是几乎不花钱的啊。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40岁，他说这个40岁的人每周换一个约会对象。他当时就问他说你不烦吗？你每周换一个？他说这怎么会烦呢？他说约会对象都是21、22岁的年轻的女孩子啊。他说这些美国人在中国所获得的这个性资本呢，有些完全可以跨越就是这个年龄的界限。他访谈对象中间有一个62岁的美国老头，他说这个美国老头在上海生活很多年了啊。他说他先后结了4次婚，都是中国人，当然肯定也就离婚了，现在是单身啊。他单身之后还天天跟这些年轻的中国女孩约会。他说最年轻的都21、22岁、23、24岁，他年纪大的也才30岁出头。所以这老头乐此不疲啊，就在上海生活，不愿意回美国啊。所以他这个报告中就讲啊，他说能够在中国获得轻而易举的性资源，是很多人愿意留在上海，并且在上海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说由于中国女性对外国男性的这种想象，就给这些人赋能了。你看这个研究报告特别有意思啊。我看了这个研究报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王水牛这种现象，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就是一个外国白人男性到了中国，包括上海这样的城市，拥有超过其他人的性资本、性资源。这个呢，至少从在2000年开始啊，就已经非常普遍了。而且有很多外国人呢，就因为这个因素愿意在中国长期生活。只不过王水牛这次啊，他翻车啊，是因为他想做网红。他做了网红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名人，结果被人盯上了嘛。假如他不是网红的话，他就是在底下专门跟女孩子约会，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带女孩子回家，一点事儿没有，大家也不会揪住他。所以他现在也被抓了典型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讲完这篇论文之后呢，我还在讲2点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在王水牛的事件过程中啊，有2点其实更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他这个性资本的赋能啊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政府。你就比如说啊，王水牛在中国深圳也好，上海也好，他读的都是语言学校。他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间读的就是培训中文的这语言项目嘛。但是这些中文的培训项目啊，都有奖学金。在复旦大学，如果读上本科的中文啊，学费、住宿费免掉之后，1个月还给你发3000块钱奖学金。他的这个短期培训项目学费也不低啊，
我查了一下啊，一学期是1万块钱，如果2学期的就是2万块钱一年啊。但是你只要申请上的奖学金都可以覆盖，甚至还可以给你一些住宿费的补助。那你想想，那对于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啊，那就比较容易嘛，是吧？你到别的国家留学都需要花钱，但是到中国留学不需要花钱，还有奖学金啊。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王水牛不天天网上讲中国各种好吗？认同中国，要在中国定居，然后讲中国又干净又发达，有高铁啊，支付方便。这种言论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极大的容易获得流量，因为中国政府不天天希望外国人讲中国好吗？大家还记得不是网上有个郭杰瑞吗？我是郭杰瑞，人家郭杰瑞到中国就讲中国各种好。说那个我印象还挺深的，说中国的乡村特别的 diversity。对，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是的，对。那在中国你们为什么你要去上？是因为你们有好吃的。为了吃的可以开很远的车去。是的。之前我说杰瑞是美食博主，然后中国政府给他加持，中央电视台采访他，在中国成了一个网红啊。所以我昨天在推特上我发了一个帖子，我说郭杰瑞如果要是想在中国睡女生啊，那肯定也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后面的加持啊，给他赋能啊。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王水牛的这种渣男行为啊，你比如说你跟女孩子睡觉，你不采用安全措施，人家的怀孕了之后你也不管人，给人拉黑，这绝对是渣男，在美国也受谴责啊。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属于私德范围，它不属于法律层面的。但是政府一门心思想搞外宣，一门心思想让外国人啊认同中国，然后搞的这样的个文化推广项目，最后被这些渣男们利用了，那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最后一点，就是为什么包括这些白人男人啊，到了东亚，在中国、在日本都会受到优待呢？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东亚这些国家开放都不够。你比如说日本，虽然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很多外国人到了日本，尤其是西方人啊，他还是可以获得一些特权。因为他有意志感的，这种意志感导致他们不但没有被歧视，相反都获得了优待。我过去讲过很多次啊，我们在日本啊，作为中国人想租房子就租不到，美国人到这来就能租到。你看我申请信用卡，我作为中国人我就申请不下来。那原先我们企业的员工是个美国人，到这就申请下来了。那作为美国人在日本还是有很多优待的。其实在中国也完全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白人男人在中国会被优待呢？就是因为我们开放的不够啊。美国为什么说外国人在那儿没有什么优待呢？美国就是个大熔炉啊，全是移民过来的人呐。所以其实要想改变这种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这种简单的种族崇拜，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得更加开放。如果外国人在中国见怪不怪了，在中国天天在餐馆里头洗盘子，是吧？非常辛苦的工作，送外卖。你比如说这王水牛，他在中国，他不是说3、5万，他住高级公寓，他天天在那个送外卖，哎呀，累得不得了。然后为了抢红绿灯，撞到那个电线杆上，脑袋都流血了。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没人给他治。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斩杀线上挣扎，你想想，大家还会对这些人心目中存在那么多的崇拜吗？可能就不会了。所以在我看来，还是应该更坚定的搞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送外卖，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去洗盘子。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解决中国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另外一方面才可以真正加强我们中国的这种集体自信。答应我，外国的锦华走。我语文不好，但是我会写中国；我英文不好，但是我会读 China；我地理不好，但是我知道地图上的雄鸡；我数学不好，但是我记得960万平方千米；我历史不好，但是我不会忘记1949年。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要做中国人。我是布拉夫，我在中国100年了，来了中国，爱上了中国，就离不开了，决定定居这里，在中国上学、工作、生活。我在中国结婚，24岁，我拿我中国的驾照，在中国买中国制造的车，在中国是我的一切。我推荐你不用 AI，你们
看这个女生用 AI， 然后 AI 给她起 Evelyn， 这个名字不是一个名字，而且非常奇怪。所以如果你们在选择英文名字，会推荐你找到一个英文名。那么水牛作为牛排品鉴师，他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些生理性别为女的败类，不是因为出去了啊被国外那个感染了，他们才会被三头一打的啊，而是什么呢？就是国内没有那个环境，但凡有机会，自然就通打。